这个单元呢，我们开始要讲一下有关这个资料集的部分。我们这个呢是 NNIST 资料集的这个资料预处理。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来探索一下 NNIST 资料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料集。那对于这个资料集啊，我们的这个中文的称呼方式啊，是叫做手写数字资料集啊。顾名思义啊，它是一个手写，而且写什么东西？写数字的一份资料集啊。它是一个经典应用于机器学习的一个资料集啊，广泛应用于这个图像数字图像的分类任务。好，那也就是说啊，它那个训练，它需要呢去训练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数字有办法下去分类啊。例如说，我随便写了一个数字，它有办法把它分类在正确的位置上面。那对于分类这件事情呢，它应该要分几类哈？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基本上还有10类啊。为什么是分10类？因为我们数字就是0、1、2、3、4、5、6、7、8、9哈，在我们的分类项目里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内的分类哦，就10项哈。如果说在这个基础概念上，我需要去收集更大的这个手写的资料集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是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资料集啊，就是因为我们英文字母总共是26个英文字母嘛。好，这时候再看有没有去区分这个大小写哈。一般来讲，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些人他会去做这个小写的这个英文字母的资料集，有一些人他会去做大写的英文字母资料集啊。其实在实际上的运用其实大小写应该要一起做哈，其实应该要一起做。好，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机器学习也好，或者深度学习也好，它的输出就是做分类任务。那它分类呢，就是分10类在手写数字里面。好，那对于输入这件事情，它也被确定下来了哈。因为呢，我们这个手写的数字一开始就把它限定成28乘28个像素，就2828784哈。在这个78个像素的点里面呢，它要有办法去识别出说，这个使用者他在上面写的那个数字到底是在0、1、2、3、4、5、6、7、8、9的哪一个分类上面。所以对于它这个资料集它已经有准备好这个6万张的训练样本以及这个1万张的训练样本那这个呢，应该说叫做测试样本那为什么他会去把这个资料集去区分说这个时候训练样本测试样本甚至你在有一些地方还会听到这个验证这种资料集。好，为什么资料集它需要去分这么多那是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在训练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会把我们手上这个有的资料让它下去做训练训练很多次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期望是他曾经看过这些资料，在他去做出这个回答的时候或者是他做出预测的时候，他可以跟他的答案完全一致。好，这是第一个前提好，那如果假设说他把这些这个资料集上面的资料训练的滚瓜烂熟之后呢，现在新的问题跑出来了。如果我现在在随便写了一个数字希望他下去做这个识别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正常的识别出来？这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这个人工的下去做这件事，我可能就会手上会有另外一份测试这份测试呢可能就叫验证集或者叫做测试集。好，所以如果说你准备的这一份资料本身它没有帮你去做区分什么训练集啦、测试集啦，或者是验证集，通常呢我们要自己下去这个手动先下去做一些分割，我们要保留一部分是不去做训练，而是拿来去做验证，或是拿来去做测试。好，那我们最常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说有一份资料集我可能会用这个64分82分，或者比较极端的91分。好，就是假设我现在有这个1000张的这个资料，好，然后呢透过64分的方式1000张里面的64分呢就是有600张这600张比较多的资料我就拿去做训练。训练完之后呢，我希望知道说我的这个工具或者是我们这个模型或者我们这个机器人训练完之后呢，它这个成效到底好不好？我们不可以再拿这个600张里面的资料随便再抽一张下去跟他问因为呢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他训练得非常好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你问几次这个100%应该都要答对了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你问什么答就是什么好。可是呢，我们还没有给他看过有400张的资料嘛？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资料假设有这个1000张的资料64分之后呢，600张下去做训练，剩下那400张他从来都没看过。好，这个时候这个400张才是真正见真章的时候。你从里面随便挑了一张图片让他下去看的话，如果答出来跟那个图片上面的这个数值是相同的、相符的，你的这个机器人或者是你这个模型或者说你这个机器它基本上它就学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手写数字的资料集我们这个它基本上它是做数字的分类数字类别的分类，因为我们的这个数字在这个符号上面基本上是0到9因此呢在对应到分类上面刚好它就可以对到10类那他们在收集这个资料的时候有特别做一件事情，
算是他们为这个资料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资料收集每一个数字的分量刚刚好是相同的。好，就是说假设他准备了这个手写数字假设他准备这个1号的手写，他准备了200份不同的这个手写的样式他可能找了200个人写了这个数字1把它收集起来。那对于数字2、数字3、数字4基本上它也是收集等量的，也就是说这个模型或者这个机器在做训练的过程中呢它不会偏颇于某一个这个数字或者偏颇于某一个分类上面它的资料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它使它的资料集的内容较为平衡所以呢我们这个手写数字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人工智慧领域机器学习领域或深度学习领域一个非常好用的，不能说是好用了，非常经典的一个资料集的运用。好，那图像特征呢？特征是什么特征基本上这个特征这2个字它算是一种术语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式不一定是表征就是那个样式我们就把它叫做特征就把它叫做特征。好，那它采用的话，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影像通常是 RGB 3原色它为了让你的资料更容易的去做处理的话，它就只留一种颜色就是黑白色。讲黑白色不是那么正确了，因为严格讲起来，黑白色就是0跟1或者是你把它对应到灰阶上面，它就是0跟25非常极端在这个地方呢，它采用的叫做灰阶图像灰阶图像。那严格来讲，它就是一个颜色啦我们上面虽然写黑白色这个因为我是比较直觉去讲黑白色，其实它严格定义叫做灰阶色。那因为我们这个图像的解析度是28×28，所以对于它每个像素总像素是多少？2828784就有784个像素。好，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它的分类是0到9，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黑盒子这黑盒子到底是深度学习还是机器学习还是它是一个什么类神经模型我们先不管假设它是一个黑盒子，这个黑盒子呢，它会在10个结果上面去做分类也就是说它的输出是10个，它会停留在某一个位置上面它就去做分类。然后输入的部分呢，基本上它的输入的像素就是那一张图片，那一张图片就是28×28，总共是784在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拉成一维的资料，就是784一维里面有784个字，一起送进去这个黑盒子。这黑盒子呢，经过这个处理运算完之后呢，它就跟你讲说，他认为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刚好就是对应到那个数字的类别上面了。好，那这个资料要去哪里取得呢？这个本身有一个这个资料的网站你可以直接到这个网址上面去取得了那它里面呢已经帮你整理好这个训练集跟测试集那训练集呢，在这里它的名称就直接叫做 training叫 training。那测试呢，它叫 T10K T10K不过一般我们用呢，我们是直接用 training 的资料然后我们如果说你需要去演练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把这个资料拆成这个训练集测试集以及验证集的话，你可以直接拿这一份资料再下去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资料有6万笔资料本身有6万，我们可以拿这6万笔直接去做我们这个想做的事情。那它的这个图像的部分呢基本上放在这个 training image IDX3然后它是 UByte 的形式那个 GD 是什么意思那个 GD 是压缩档它把那个其实严格讲起来，它应该是原始资料28×28的一张图它有可能是 BMP也有可能是JPG或者是 PNG，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观点，不过严格讲起来，它应该要是这个 BMP 的格式。可是 BMP 它本身它有这个 BMP 的这个档头的头以及它里面的资料内容，所以它存的时候基本上是以 RGB 的形式存起来，所以那个资料量会非常大所以如果它一张一张的把资料压起来，让我们下去做这个处理的话，基本上在预处理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啦所以呢，它已经帮我把这个6万张的图片整理在一个档案就是它没有那个图像的档头，它没有那个头就只有 body 的部分就只有那784的那个像素值的资料。然后呢，总共有几个总共有这个6万笔帮你并成一个档案。那所以这个档案基本上稍微有点大尺寸有点大那所以呢，它就用 GD 把它压起来了。好，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我如果说是回到前面如果说它真的有6万张的图片放在硬碟里面，好，那一张图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让电脑去读，如果是人的话，人去看的话，就得看那个档案的档名如果是数字1的话就1不过这种收纳方式本身会有问题因为你会有非常多的数字1，非常多的数字所以你可能就会用索引下去做编号。如果你用索引下去做编号的话，基本上你可能就没有好的手写数字的这个答案你虽然人眼睛看是看得出来，可是你还是要有个地方去记录那个答案是什么，因为你的那个电脑它才有办法下去做解读嘛。好，
所以呢，对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训练集的标签。好，这个标签呢，它是来去标示说，如果第一张图它的图像784是长那个样子它的资料长那个样子，那它应该会给它一个标签，那个标签就是那一个数字的那个资料的那个值。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通常我们就会有问题一份，答案一份。好，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设计，我们会去讲我们的 data 会有所谓的 X data 以及 Y data。X data 呢，指的是你的 input， 就是你送进去的东西。Y data 呢，指的就是这个输出的结果就是你的这个标签或者是你的分类上面的某一个数字。好，那同样的概念呢，它可能就会出现说，如果你是 training 的话，可能就会叫做 X training 跟 Y training。好，这个 X training 跟 Y training 它的意思一个是输入的这个 training 资料，一个是输出看得到的那个答案的这个输出资料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4个档案呢，你如果直接从网站上面把它载下来，你如果直接去把它解开的话，你可能会稍微有点没有办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它已经帮你把里面的资料全部封装成2进位的资料。好，那在它的这个网站上面，其实它有去说明说，例如说它从000到004前面4个 byte 前面4个 byte 呢它这里已经写了叫做08030803，它的官方意思就是这个叫做 magic number。magic number 是什么？魔术号码其实它这个魔术号码它没有特别的意思它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非常多文件就是他们所定义的文件里面，你如果要去解读的话，怎么样让程式码很快速的知道它到底是图像资料的资料集还是标签资料的资料集那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你直接去解读前面那4个 byte 如果你解到资料是00000803的话，这一份文件它就是这个图片集。好，接下来呢，我们图片总共有几份，你就看后面的4个 byte。好，它这里写的是00001A06。好，这个呢基本上就是6000的意思了好，接下来呢 offset 008的这个位置它基本上它也是占4个 byte。这里的数字呢基本上是通常你要把这个资料000001把它转换出来，得到的数字呢就是28。后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它的宽度一个是高度，就是指出我们这个图像你得到的是00000001，这个也是28。好，所以如果你要用那个 Python 的程式码或是其他的这个程式码去解读这份文件的话，第一件事情是我要怎么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图像的资料集，我就看前面这4个 byte 是不是00000803。好，接下来呢我已经确定好这份资料，那我这份资料里面总共收纳了多少个这个图片，那我们就看解读出来是00001A60。好，这个用计算机按出来之后，你会看到它就是6万它就是6万的意思。好，接下来呢后面的0000001C 也是用计算机按一下，你会得到28。28是什么意思？28呢指的就是它这里有写就是你的这个宽度宽度28，那剩下的那个就是你的高度高度也是28。所以呢从这个之后它要读多少资料你要把这28乘以28等于784，是2828784从这个地方开始 offset 移动784，就是你的第一张图就是你第一张图。这个是2进位资料的解读方式接下来如果是标签的话它的解读方式呢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是意思是一样的来，首先也是这样，看一下 magic number 刚才是0803现在变成0801。好，所以如果读到0801的话，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就是这个 label 的资料。好，那 label 总共有几个也是一样00001A60计算机按一下6万笔资料6万笔资料。好，那这6万笔资料呢，它这个比较单纯因为我们资料呢基本上是只有0到9嘛，0到36加9所以这个地方它就直接把答案写在2进位里面例如说第一张图片是5我们的后面会带大家做这个图片怎么输出出来如果是5的话，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它就把它标记成05这就是你的标签或者是这就是你的答案或者这就是你的 Y data。好，第二张图呢是0第三张是419就50419，所以你在这个2进位资料上面呢，你直接读出来就是50419。好，接下来呢是21314所以你就看到就21314。OK， 以此类推所以呢如果说要去做这个程式码演练去读这个2进位资料其实你先读这一份资料会比较简单因为你 offset 呢基本上只要移动1个位元，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资料是什么。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呢，一次要移动784，为什么是784？因为我图片有宽度有高度宽度28，高度28，你要把这张图片完整读进来的话，你就是要把784一起读进来，一起读进来才是一张图。
好，接下来呢，你就要开始写一个循环，然后就每784收纳成一个这个资料的集合，然后那每784再收一个。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